不要出声！有人进了宿舍。看到小豆发在宿舍群里这条消息时，我正在宿舍厕所里边蹲坑边刷手机。那个人浑身是血，你们赶紧找个角落躲一下。我先躲到隔壁宿舍报警。我屏住呼吸，我知道他不是在恶作剧。我已经听到了外面哒哒哒的脚步声，似乎是高跟鞋。厕所门上没窗，我看不到外面的情况，也不敢动弹弄出声响，只能僵硬地坐在那里，死死地攥着手机。屏幕上小豆的消息此刻成了救命稻草，给了我莫大的安慰。狭小逼仄的环境里，我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还好我在厕所里，其他人也都不在宿舍。小妮和小婉今晚有节选修课考试，宿舍里只有我和小豆。我在厕所蹲坑，而小豆刚刚去走廊外接水了。外面响起了砰的关门声，随即是哒哒哒的声音远去。那个人没到厕所来看，我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。我站起来提上裤子，在宿舍群里回了一句好像走了。群里有个奇怪头像的人发了一条消息，你在宿舍里？与此同时，许久没有动静的小豆又发了一条消息，隔壁宿舍没人，好几个宿舍都空了。两条消息几乎同时发出来，我愣了一下，赫然发现4个人的宿舍群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5个。门外走廊重新响起一阵急促的哒哒哒的声音，像是有人穿着在走廊上飞快地跑。我迅速地反应过来，用最快速度冲出厕所，扑向宿舍门口，用身体死死地抵住门，反锁。几乎同一时间，门外有什么东西狠狠地撞在了宿舍门上，随即就是一下接一下的撞门声。穿着高跟鞋，应该是个女人。女人的力气真的这么大的吗？出什么事了？宿舍进来人了？你们两个没事吧？手机屏幕亮起，宿舍群里有消息弹出，是小婉，显然是刚刚看到消息。我们两个刚进宿舍楼，这个人是谁拉进来的？小婉也注意到了群里刚刚出现的第5个人。我在输入框里打，别回宿舍，先去社管或者其他宿舍待着。宿舍门口有个变态，刚想点发送，却又想到那个变态也在群里，于是点开了和小婉的私聊对话框，消息显示发送失败。我才发现竟然没有信号，可是宿舍群里却可以正常聊天。小豆的消息先我一步的在宿舍群里发了出来，别回宿舍，先找个地方躲着，只有这个宿舍群还能发消息。等等，不对，我没听到高跟鞋离开的脚步声。我迅速地重新抵住门，同时门被从外面狠狠地撞了一下，只差一点就要被撞开。我手心几乎要被汗湿透，他刚刚差一点点就要进来了，怎么办？不能坐以待毙。我想到了，既然那个怪人也在群里，我在群里发，大家别怕，小豆刚刚已经报警了。这话也是说给那个人听的。我心里祈祷着那个人能看到这句话后赶紧离开。小豆没看懂我的意思，反而说110打不通，一点信号都没有，我们只能在这个群里说话。小妮，社长快先把这个人踢出去，这就是那个变态，踢不掉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成了群主了。咱们宿舍周围的宿舍门都没锁，里面都没有人，灯还开着，有个屋子甚至有吃到一半的泡面，就像所有人一夜之间消失了。我的心里已经是一片冰凉，值班室空着，舍管大妈不在，我们出不去宿舍楼了，鬼打墙，这简直就是灵异事件。那与我只有一扇门之隔的人究竟是人还是……我头皮一阵发麻，快离开那里，别在群里说自己的位置。对，我就是这么暴露的。他留下宿舍群这个唯一的联系方式，是为了方便找到我们的位置。我们宿舍在4楼，小婉他们在1楼的话，他跑下去怎么也要1分半到2分钟的时间。更何况我没听到他离开的脚步声，他虽然不撞门了，但仍然守在我门口不舍得离开。他找到其他人还需要时间，但我就在这里逃不掉。他撞开门只是时间问题。我感觉自己像是锅里的青蛙，面对着迟早烧开的水而无可奈何。可是小豆刚刚也说他在隔壁宿舍呀，他为什么不去找小豆？这时候我冷不丁地看到阳台上一个身影飞快地闪了过去，我后背瞬间被汗湿透。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一件很恐怖的事。不要出声，有人进了宿舍。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一件很恐怖的事，我们学校阳台是露天的，假如要从隔壁阳台翻过来，虽然危险，但也不难做到。而我刚刚晾过衣服，阳台门并没有锁，一个身影从隔壁翻了过来。完了，我绝望地闭眼，他不是在门口吗？别怕，是我，是小妮，他不是和小婉2个人在楼下吗？我惊喜地睁开眼，刚想问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，小妮一把捂住我的嘴，然后摇了摇头，继续对我做口型，别出声。他还不知道能从别的地方进来。我瞬间出了一身冷汗。小妮能从阳台翻进来，门口的他也能，他找过来只是时间问题。小妮用力地拖过一旁的桌子，把他抵在宿舍门口。小妮仍然不放心，又拽过一个拖把别在门把手上。我瘫在地上，和他对峙着20多分钟，我几乎一点力气都没了。小妮在手机备忘录里打字给我看，我们2个刚刚在楼下分开跑了，这里不安全，我们赶紧走。小妮拉着我的手，把瘫着的我从地上拽起来。我虽然完全不想动弹，但我知道小妮说的对。小妮继续在手机备忘录里打字给我看，她有可能视力不太好。我刚刚进楼道的时候和她对视了，但她似乎没看见。小妮尽可能言简意赅地和我解释，我们尽量不要说话，打字就好。我和小妮蹑手蹑脚地靠近了阳台，我们的阳台和隔壁阳台的空隙不大，使劲跨一大步刚好能迈过去，只是周围没什么地方能抓着借力。我往下看了一眼，这可是4楼，一旦摔下去，估计和被他抓住的结果也差不多。小妮很顺利地翻了过去，动作熟练的不得了，应该也有她从小学舞蹈的原因，身体柔韧度和平衡能力都很出色，稳稳地落地。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小妮带我走向下一个阳台。我明白过来小妮的意思，从相邻的宿舍出去，依然避免不了和守在走廊里的她碰面。我们得一直走阳台，绕到整栋楼的另一个侧面，从那里的楼梯下去，才算真正的避开她。
幸亏我们的宿舍楼建成了回字形，才让我们有机会在里面和怪物绕圈捉迷藏。我们两个用这种方式一直爬过了10多个阳台，终于到了边缘。楼的一角向外突出，格外难爬，只要跳过去就离开那个怪物的视线了。我们两个试探了几次，都没把握彻底的过去，气氛越来越焦灼。已经过去20多分钟了，不知道那堆家具是不是还挡着门，万一他冲破了门，来到阳台上，一眼就能看到我们。还是小尼先跳过去了，我看他稳稳落地松了一口气，咬咬牙，一大步跨过去。我尖叫出声，小尼反应迅速，一把把我扶住，然后捂住我的嘴。但我刚刚那声尖叫已经传了出去，在空旷寂静的校园里分外清晰，他肯定听到了。好，小尼当机立断拉着我推开这间陌生宿舍的宿舍门，开门就是楼梯，我们两个从楼梯上一路往下狂奔，远处的高跟鞋脚步声由远及近，哒哒哒的响个不停。他果然听到了，我心里暗自懊恼，又不敢停下脚步，下到3楼。小尼低声地说：“分开跑。”说完，他转身跑进了3楼走廊。我继续往下跑，一路下到2楼，就近拉开一扇宿舍门，躲了进去，反锁上门，又拉来桌子抵住门，倚着门坐下，大口大口的喘气。这么多楼层，这么多房间，应该不至于立刻就被发现吧？我休息了一会儿，掏出手机，宿舍群里群聊竟然有99加。我先点开刚刚那条差点害死我的短信，游戏主题：捉迷藏，获得怪物线索，一定有人会活着离开这里。提示：每名玩家的线索都不同，请自行选择是否把线索与其他玩家分享。第2个任务已开启，请再接再厉。任务列表：任务1，逃离怪物500米已完成。任务2，活过凌晨3点进行中。宿舍楼的人都不见了，大家都藏起来了，真相也不见了，秘密全都藏起来了，大家都在找呀找，找什么呢？墙上的字，夹板间的纸条，火焰烧过的一切，都是很重要的小秘密。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在他来之前弄清楚一切。躲猫猫的话，只藏好是没用的呀。任务3，未解锁，完成。任务2开启，活过凌晨3点，现在是11点，还有整整4个小时的时间。我点开一直跳动的群聊消息提示，他们是真的不在意他也在群里吗？你们有没有收到短信？游戏任务那个吗？我收到了，我在网上看过这种小说，应该是无限流，一般完成系统任务就可以离开这里。我这边的线索是，他会慢慢学会新的办法，直到找到你们。什么意思？我看着小婉发出来这句话，脊背发凉，意思是说他在变强吗？那么现在是不是他最弱的时候？刚刚他撞了那么久的门也没进来，说明他并不算很强。我们有4个人，可以趁现在杀了他吗？不要出声，有人进了宿舍，那个人浑身是血。这个奇怪的女人此时就在门外。我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手机屏幕亮起，那个奇怪的女人在疯狂地弹着消息。小妮，你刚刚是怎么找到小西的呀？你们2个是怎么离开那个宿舍的呀？让我猜猜，是阳台，对吗？你们可真是聪明呀。那我也走阳台好了。完了。阳台门是那种普普通通的门，根本没法锁。这是我第一次直面这个恐怖的女人。她披头散发，我看不清楚她的脸，却莫名有种熟悉感。我用最大力气，在她扑过来的前一刻拉开堵门的桌子，推开门往外跑。刚跑了几步，却冷不丁的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重重的摔在地上。绊倒我的是一双染血的高跟鞋。她把高跟鞋脱下来了，所以我刚刚听不到她走路的声音。她一定是在挨个房间尝试开门，一直找到了我藏身的地方。我忍着疼爬起来，继续往下跑。我突然明白了线索里的她会慢慢的学会新的办法，直到找到你们。再往下就是1楼了。小婉说1楼的大门已经不见了，往下跑也没用。1楼的宿舍都是教师宿舍，常年锁着门，能让我躲的地方很少。我一边拼命的跑，一边回头看，却始终没有见到他的影子。他的动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。到了1楼，我刚拐过弯，身后血的门突然打开，一双手伸出来，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捂住嘴拖了进去。我拼命的挣扎，身后的人却小声地说：“小西是我，我刚刚发现这个房间，他不会进来。”我一下子平静了下来。那个人放开了我，是小婉。小婉和我解释，很奇怪，他挨个的打开门看，却不进这个屋子里来。他追过来了，我们能听到他开关门的声音，但唯独这个房间被他直接无视了。我心里泛起一个毛骨悚然的猜测，这个屋子里不会有什么更可怕的怪物吧？他会不会在害怕什么？小婉摇摇头，放心，我刚刚检查过了，这里似乎是个杂物间，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还找到了这个。一本快被烧掉的笔记本，我用手机手电筒照着翻开，这是本日记，被烧得不成样子，我只能零零碎碎的看。今天学长他约我去，收到了学长的。今天帖子上有人，不可能，我怎么办？我一直往下翻，一个有用的人名都没有提及。而最后几页，我迅速的翻了翻，写满了：你背叛了我，你们都背叛了我，那你们就都死吧。我看得胆战心惊，写这本日记的人怕不是已经疯了。手机消息突然弹出，我收到的线索是他因他而来，也会因他而离开。你们看一下手机的日期，今天是哪一天？今天太慌乱了，我根本没在意过。看到这句话，我仔细的去看手机日期，竟然是6月4号。今天明明是5月23号，或者说5月24号，刚刚过0点，中间丢了整整10天。小尼继续在宿舍群里消息，你们看，这是我刚刚在3楼一个宿舍门口拍的。紧接着发了一张照片，一个宿舍门口被贴满和喷了各种字，全都是各种不堪入目的骂人的话，好像是住在里面的一个女生抢别人男朋友。虽然这样，但为什么闹这么大？毕竟别人感情的问题，无关的人顶多吃瓜吧。
我有些焦急，我刚刚才在群里说过，不要发自己的位置，他会发现我现在不在那个门口了。不用担心，我感觉更加离谱了，为什么他会在走廊里到处转？你不怕遇上鬼吗？他语气轻描淡写，放心，我现在当然不在3楼了，我找到小豆了。小婉也在看消息，看到这里偏过头问我，要不咱们去2楼看看？为什么你们胆子都这么大？小婉理直气壮，3点这个时间点之前肯定会发生什么大危险，咱们得想想怎么才能出去。而且刚刚小妮说的话，我想到了，咱们可以发错误的消息告诉这个鬼我们的位置，这样咱们就可以尽量避开他了。我其实不太想去，我刚刚意识到了一件事，一开始我在宿舍里的时候，小豆在宿舍群里说他在隔壁宿舍，他应该也看到了，可是他没有去抓小豆，反而紧盯着我不放。我和小妮往楼下跑时，小妮去了3楼，我去了2楼，他没有去找更近楼层的小妮，反而跟到了我2楼，刚刚又跟到了我1楼。他只攻击我，或者说起码他优先攻击我。我想起了小妮的那句线索，他因他而来，也会因他而离开，难不成我们看到小妮说的那个房间了？小溪，我们走。我和小婉在2楼蹑手蹑脚地走，走廊里没有看到他的身影，我们呼出了一口气。晚上宿舍楼的走廊其实很吓人，长长的走廊，昏暗的声控灯，周围一模一样的一扇扇的门。我们一直走到2楼的尽头，站在一间烧焦的房间门口。我与小婉对视一眼，就知道这个地方肯定是线索房间。看了一下周围，他没找到我们，我们闪身进了这间屋子。屋子里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，只能勉强看出来，这原先是一个宿舍的样子。我们在烧焦的宿舍里搜罗着线索。小溪，快来，这边有个电脑。我看着小婉手上举着的一台电脑，虽然表面有被烧坏的痕迹，但我总感觉有些熟悉，竟然还能开机。打开电脑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帖子，最上面是一个女生的照片，不知道是不是模糊处理了，我们看不清这个女生的样子。这个帖子的下面全都是谩骂，小三长成这样，怎么还有脸活着？就你这样，还配在学校上学？去死吧！小婉看消息的手都有些抖，天哪，这些人怎么这么恶毒？这个女生得多难受啊！所以她在宿舍用这样的方式自杀了。是不是曾经这个学姐住在我们原先的宿舍里，所以只有我们宿舍的人陷入了这件诡异的事情？我看着小婉在这边自言自语，苦涩一笑，轻声说道：是啊，得多难受啊！小婉没发现我的异样，她在查看有没有别的线索。小溪，你看这个墙上，结束的方式是开始。我摸索着墙上的痕迹，小婉，我们分头去找他们俩，我们得回到我们的宿舍里，在3点之前。结束的方式是开始，就像你刚刚说的，他原先应该是住在我们的宿舍里，那边是他结束的地方，所以肯定是最关键的地方。如果我推论没错的话，3楼小妮拍的那个宿舍应该正好对应我们楼下。1楼这个位置是大门，2楼被烧毁，3楼被喷油漆，4楼是我们宿舍。现在已经2点50了，就算推论错了，我们集合在一起，肯定也能制服他，搏一搏。小婉看着我振振有词的推测，思考一瞬就同意了我的想法。小妮和小豆应该在一起，刚刚他们在3楼，估计现在在2楼或者1楼的概率比较大一些。我们出去看看，没想到十分幸运，我们俩刚蹑手蹑脚地走到了楼梯口，就看到他俩从楼下走了上来。我简短说了一下我的推测，小妮刚想开口说点什么，就听到楼上传来一阵女声：原来你们都在这里呀！女鬼直接从3楼跳了下来，快跑！不知道谁说了一句，我们在他跳到2楼的瞬间，绕过他往楼上跑去。眼看他快要追上我们了，我们到了宿舍门口，他们仨都进入宿舍之后，在他们诧异的眼神中，我关上了宿舍门。小溪，他们以为我无私奉献了自己，挡住女鬼。可是我低下头看了眼时间，凌晨3点整，刺啦火焰燃烧的声音，听见宿舍里面发出的惨叫声，我笑了。是的，结束的方式是开始，不是在我们宿舍有线索，而是宿舍3点整会着火。在刚刚看到那个帖子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一切。我们的舍友关系并不像我们表面上那么愉快，这丢失的10天是我最痛苦的回忆。宿舍门口不堪入目的谩骂，帖子里刺耳的人身攻击，都不是针对什么所谓的学姐，而是针对我的。我的男友是学校有名的校草，我们悄悄地谈恋爱，他美名其曰是为了保护我。那段时间我很快乐，只与宿舍里的姐妹们分享了这个喜悦。但是3个月后，他公开了与校花的恋情，那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女生，特别阳光且很出名，站在一起看起来如此般配，但却刺伤我的眼。我震惊于他是不是劈腿，打电话给他想质问他，可他却再也不接我的电话。我趁着没人的时候去拦过他，他却说我跟你不熟，不要再来骚扰我。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宿舍，躺在床上翻着我们俩的聊天记录，为了证明这段恋情的真实存在。但直到现在我才发现，我们的聊天记录那么像普通朋友，没有红包转账，也没有说过爱你。他所有的情话都是在线下面对面说的。我本想着颓废一夜就够了，第2天我还是可以振作起来，努力攻克我的学业，可却没想到我步入了更深的深渊。第2天一早，小妮看着我醒了欲言又止，小溪，你去看看帖子。打开电脑，我发现我和校草谈恋爱的事情，以及我所有的个人信息都被发布到了帖子上，无数的谩骂都在朝我传来。我转头不可置信地看向我的3个好室友，我谈恋爱的事情，还有所有我的信息，除了这3个好姐妹，根本没人知道。所以这些帖子要么是他们发的，要么就是他们告诉了别人，我没质问出口。之后的几天，
路上总有人对我指指点点，宿舍门上被人涂满了骂人的话，我的手机也总是收到莫名其妙的谩骂短信，我的精神已经临近崩溃，直到我的保研资格被取消，而替代我的那个人是小婉。我冲回宿舍，看到的却是他们仨已经在收拾行李。小西，我们明天要搬宿舍了。我真的曾经把他们当成非常非常好的朋友。当天晚上凌晨3点，我设计了一场大火，想把我们一起烧死。没想到的是，我们被困进了这场诡异游戏里。也好，他们都死了，也该结束了。听着惨叫声戛然而止，我觉得我现在痛快极了。那个女鬼站在了我的面前，我站起身，看着她那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，果然我猜的没错，她就是我。但她好像在哭。你看他们都死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哭？她用手指了指我的脸，我摸了一把脸，脸上全是泪水。为什么我也要哭呢？她没有说话，而是递给我一张照片，那是一张那个校花初中时代的照片。虽然才初中，已经能看出来她长大了，一定会很漂亮。她穿着一身我熟悉的校服，她和我是初中同学，我所有的事她也知道。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，我再也弥补不了了，我只能永远的忏悔。其实仔细的回想这一路，最开始是小豆给我发消息提醒我，后来是小尼带我从阳台逃走，又是小婉拉我进安全屋，他们其实都在救我。叮咚，手机短信的提示音，恭喜玩家完成任务，存活到凌晨3点，开启任务3，4人合作离开宿舍楼。凌晨3点之后，女鬼小西将不会再阻拦你们。由于未凑齐4名玩家，任务失败，你将消除记忆，游戏重启。半夜，手机震动把我吵醒，一个陌生的号码给我发来一条莫名其妙的信息：天冷，盖好被子。当我以为这是谁的恶作剧时，一张照片紧接着发了过来。照片中是一个熟睡的女人，她穿着一件粉色睡衣，被子一半掉在了地上。看着那张照片，我毛骨悚然。照片上的女人是我，可我家只有我一个人啊。从这张照片的角度来看，对方是站在床前拍的。照片中的我穿着睡衣，床头柜上放着正在充电的平板，旁边衣架上挂着我昨天穿的衣服。这一切都表明，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就是今晚。冷汗从我的后脊梁冒了出来。有人在我睡觉的时候进了我的卧室，那他现在在哪里？环顾四周，没看见有人后，我光脚下床，迅速反锁了卧室的门。倚在门后，我的心砰砰直跳。进来的是谁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不可能就为了拍一张照片吧？出去看一眼是不可能的，我不敢冒这个险，因为他有可能还在我家的某个地方，我只能保证这间卧室暂时安全。我哆嗦着打开手机，我想报警，突然又一条短信跳了出来：你不想看看衣柜里我给你准备了什么惊喜吗？我浑身汗毛炸起，我怎么没想到他可能根本就没有离开卧室，而是藏在了衣柜里。那一刻，我有一种夺门而逃的冲动，可我又害怕一开门看到一张狞笑的脸。你是谁？我颤抖着手给那个陌生号码回了一条短信，信息刚发出去，就有微弱的光从衣柜的缝隙透露出来。我不寒而栗，转身拧开锁就跑了出去，以最快的速度直奔大门。一个半夜潜入我家还给我拍照的人，目的绝对不会是入室盗窃这么简单。我现在要赶快离开家，只有离开才有生还的可能。我的手放在了门把手上，只要轻轻的一拧，门就能开了。可下一秒，我的手像是被烫到了一般缩了回来。门外的声音让我毛骨悚然，是钥匙插进锁眼的声音。我看见门把手开始转动，有人要进来了。我迅速反锁了门。2天前我刚搬到这里，就连男朋友都不知道我的住址，更没人有我家的钥匙。开门的是谁？门把手拧动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。外面的人发现门打不开，似乎有些急了。就在这时，卧室里传出一声轻响。那个躲在衣柜里的人出来了吗？来不及多想，我迅速跑进小卧室，反锁了门，胸膛剧烈的起伏着，冷汗不知不觉间已经湿透了衣裳。怎么回事？卧室内有一个变态，而出去的路被另一个人堵死。此时恐惧已经占据了我的大脑，开门声已经演变成了一阵砰砰的砸门声，声音越来越急促，一下下就像拍在我的心上。我哆嗦着拿出手机，绝望中颤抖的手拨了好几次才打通报警电话。我颤着音说明了情况，警察嘱咐我一定要藏好，不要与他们发生正面冲突，他们会尽快赶到的。挂断电话，拍门声没了。我仔细听了好一会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黑暗中好像只剩下我的呼吸与心跳声。难道他们听到我报警都吓跑了吗？我长舒了一口气，正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的时候，手机又震动了起来，屏幕上出现了2个字：回头。如果有人趁你睡觉时偷偷潜入你家并偷拍了你的照片，你会怎么办？此时的我躲在小房间内，正当我以为自己已经安全的时候，手机又震动了起来，屏幕上出现了2个字：回头。我的冷汗瞬间喷涌而出。小房间我没有放任何东西，如果有人我肯定能发现，而且这是7楼啊，总不至于。正想着，我僵直着身体缓缓转过头去，眼角的余光瞥见窗户，上面似乎有个什么东西。定睛一看，一张惨白的脸正悄无声息地贴着玻璃盯着我。若不是亲身经历，我都不相信人真的会被吓晕过去。我是被警察的叫门声惊醒的。在查看现场调取监控，并且走访邻居之后，他们给了我一个让我无法接受的结果：我的家中没有任何人来过的痕迹，没有照片，没有短信，连同那个陌生的号码一起在我的手机上消失。窗外空荡荡的，根本没有惨白的脸，也没有邻居听到昨晚的砸门声。这些证据似乎都证明我昨晚经历的一切是假的，连我自己都变得不确定起来。因为被警察的敲门声惊醒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正睡在主卧室的床上。可如果是梦，我为什么会报警呢？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李文，李文是我的男朋友，他工作很忙，已经出差10几天了，
他听了事情的经过，也觉得不可思议，沉思了片刻之后，我怀疑根本就没人进你的房间，你找找看会不会有人在你的卧室里安装了隐形监控。我觉得李文说的有道理，我也听说过，有个别租客为了寻求刺激，在退房后会在房子里留下针孔摄像头，观看下一任租客的生活，也有人会保留钥匙，知道是独居女性，就会趁夜深人静时潜入屋内，挂断电话。我在卧室里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，但搜遍了整个屋子都没有找到摄像头。我坐在床边回忆，如果我屋子里没人，那昨晚衣柜里的光怎么解释？可如果他进来了，为什么警察没有发现任何痕迹？到最后，好像除了做梦，在梦游中拨打了报警电话，我也找不出更合理的解释。李文的电话又打了进来，小杰，你去咱家婚房里住吧。我有些迟疑，虽说我俩关系很好，但是毕竟还没结婚。李文也听出了我的迟疑，不行的话你就住几天宾馆，那里相对安全一些。住宾馆也不是长久之计呀。我怕他担心，所以嘴上答应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拨通了房东的电话，征得了房东的同意后换了锁。我又亲自去物业看了监控，确定一无所获后，就跑去商场买了几个充电宝回家充电。回到家已经到了下午，精神疲惫让我躺在床上直接睡着了。没想到醒来时天已经快黑了。我做了一番充足准备，反锁大门，反锁窗户，把充电式小台灯放在了床头。9点半，我准时拉下了电闸。摄像头需要连接电源，如果卧室里真的装了监控，切断电源，对方就无法知晓我的举动了。夜晚仿佛格外的漫长，我静静地坐在床上，心存侥幸，昨晚的一切万一真的只是一场梦呢？不知过了多久，熟悉的震动声响了起来，我浑身汗毛炸起，差点把手机丢了出去。果然又是那个号码。他又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，看着那张照片，我面如死灰。照片中的我坐在床上，低头看着手机，屏幕的幽光映着我的脸。这不可能，要拍出这样一张照片，除非拍照的人站在我的正前方。可我一直坐在床上，根本就没看到人。这张照片是怎么来的？难道在我没检查到的地方藏着摄像头？电源没连接在我家，不是我家的电源，那会不会是楼上？我抬头望向天花板，如果是楼上，有些事情就说得通了，例如窗外那张惨白的脸，可能是楼上用绳子掉下来的假人；例如监控没有拍摄到进出单元楼的可疑人员，因为他本来就住在这栋楼里。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，感觉自己似乎接近了真相。可就在这时，屋子里忽然陷入了黑暗，台灯熄灭了，没电了。不可能吧？这种充电式小台灯用电量极少，1个小时之前我看过，电量还是满格的，可能是坏了。我正准备打开手机手电筒去检查一下时，手机又震动起来，一条信息跃入眼帘。黑暗似乎更有趣，恐惧像一条毒蛇猛地扼住我的咽喉。我蹭地站起来，3步并作2步冲到门口，拉开门跑了出去，生怕跑慢1步会有一双大手突然从床底伸出，抓住我的脚腕，把我拉进去。我没敢回头看，可我知道我卧室的床下藏了一个人。如果有人趁你睡觉时偷偷潜入你家，你会怎么办？接上文，我猛地站起来，3步并作2步冲到门口，拉开门跑了出去。我没敢回头看，我知道我家卧室的床下肯定藏了一个人。床头的台灯连接了充电宝，如果没人操作，不可能无端熄灭。再结合那条信息，我几乎可以确定，我一直与一个变态共处一室。是我太自以为是了，以为只要检查过，换了锁就肯定没事，却没有想到他还是潜进来了。他究竟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是我出门的时候，还是下午睡觉的时候？一想到这里，我吓得浑身发抖。在我熟睡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一直在我家里的某个角落盯着我。就在这时，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隔着大门清晰地传进我的耳中。同样的时间，同样我跑到门口的一刻，门外都有一个人想进来。我生生止住了脚步，不经思索就钻进了洗手间。可刚进去我就后悔了，洗手间的门是毛玻璃，那个人只要一脚就能踹开，怎么办？对了，我下午去物业的时候存了一下保安的电话，就是防止晚上出现什么意外。我打开手机，拨打了保安的电话，快接呀！过了许久，电话那头终于传来了说话声，不过此时的我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了。毛玻璃上映出了一个模糊的人影，他来了。电话那边还能清晰地听到保安的声音：“苏小姐吗？你有什么事情吗？”我张了张嘴，哗啦一声巨响，洗手间的玻璃门碎了。一个戴着黑色头套的人站在门口，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。你是谁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的声音像我的身体一样颤抖的厉害，我不断地往后退，直到后背抵在了冰冷的墙上。我惊恐地看着他，步步向我逼近，不要杀我，求你！我一边求饶，一边往角落的拖把靠近。也许是人在危难时刻爆发力惊人，我抄起角落里的拖把，用尽全身力气往他脸上砸去。他摔倒在地上，我趁此机会迅速往外冲去。可我前脚刚迈出卫生间，一只冰凉的手就抓住了我的脚腕部，猛地往后一扯，我狠狠摔在了地上，手机脱手而出。此刻门外的声音还在，不过开锁不成后，他又拍起门来，声音又大又急，似乎迫不及待的要进来。他想进来的目的也不单纯，但此刻的我已经走投无路。我开始大声呼救，希望他能帮我一把。不曾想，外头的敲门声却在我呼喊后戛然而止，安静的像是从来没有响起过。紧接着，我只感觉后脖梗一阵剧痛，最后彻底失去了意识。当我再次醒来时，是在医院的病床上。身边的护士看到我醒了，赶紧喊了人进来。进来的是之前那2个警察。原来保安接到我的电话之后，就立刻往这里赶，因为门打不开，还特地叫了开锁人员。结果就发现我躺在了卫生间的门口，旁边的玻璃碎了一地。是保安报的警，你除了手上被碎玻璃割伤了，其他并无大碍。当时发生了什么？
我与警察讲述了我的经过，但不可思议的是，他们在调查的时候已经问过保安。经过保安的叙述，他们赶过来的时候，路上没有看见一个人，屋里也就只有我一个人躺着。怎么可能？值班室距离我住的这栋楼很近，怎么会一个人都没看见呢？一共有2个人呢。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要逃跑，肯定会打照面。我想到了什么，拿出手机开始查看昨天的信息和照片。可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，那个陌生的号码连同信息和照片又全没了。幸亏我早就料到会这样，在收到信息的时候，我悄悄截了图。于是我点开相册，准备把截图递给他们查看。可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，截图竟然也消失了，手机里干干净净的，好像那些从来都没有出现过。此刻我的背后毛毛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如果有人趁你睡觉时偷偷潜入你家，你会怎么办？昨晚蒙面男的样子历历在目，但所有有关他发来的消息又一次全都消失，查不到任何踪迹。保安发现我时，也只看到了我一个人倒在卫生间门口不省人事。我把我的疑惑跟2位警察说了，我怀疑坏人就住在我家楼上。警察对视之后看了我一眼，你住进这个小区的时候，没有仔细了解一下小区吗？你楼上那套房子是没人住的，这个我们已经确认过了。了解什么？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此时李文的电话打了进来，问我昨晚休息的好不好。当他得知我昨晚又经历了一场死里逃生后，几乎咆哮了起来。他让我赶紧搬到新房去，无论如何也不能住在这里了。你今天才告诉我你住哪个小区？你早跟我讲，我都不会让你住在这里。李文絮絮叨叨跟我讲了很多，我才知道刚刚警察看我的眼神是什么意思。原来我住的这个小区被称为风水绝佳，所以这楼里1/3的房子买来放了骨灰盒，而我楼上那间就是。除了清明和忌日，平时不会有人来。我从不在网络搜寻任何信息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。我想到前天晚上贴在窗户上那张惨白的脸，瞬间变了脸色。我肯定不敢再回小区。最终我听从了李文的建议，搬到了新房。新房是这座城市治安很好的小区。我洗了个热水澡，躺在床上。由于这2天特别折腾，我很快就睡了过去。我以为我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，但是半夜我再次醒了过来，手机的屏幕好像感应到我醒了，突然就亮了起来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屏幕上显示一条未读短信，还是那个号码。我心里非常抗拒打开信息，可鬼使神差的，我还是把手机拿了起来。打开信息只有4个字，找到你了。看着这条信息，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，右侧传来了清晰的呼吸声。我身边有人，转头看去，那个戴着黑色头套的怪人赫然就站在阳台前。他究竟是怎么进来的？小杰，找到你了。这声音这么熟悉，我看着他慢慢摘掉了自己的面罩，赫然是我那出差好几天的男友李文。他面色苍白，嘴角挂着诡异的微笑。此时此刻的他就像是一个魔鬼。怎么了，小杰？是我吓到你了吗？他慢慢向我靠近，我慢慢后退，一直退到门边，想打开门冲出去。然而此刻，卧室房门被砸响，就如同前几天晚上一样，但我没有停下。门外纵然是洪水猛兽，也好过眼前这个恶魔般的男人。我猛地拉开了门，门外的一幕却让我吓得差点魂飞魄散。只见一个男人正挥着拳头，一下一下朝着地上的女人，女人蜷缩在地上，痛苦的哀嚎。他的眼神朝我看来，我看着他微张着嘴，似乎想朝我说着什么，明明没有声音发出，但我却清晰的知道他说的是：杰儿，躲好，千万不要出来。女人开始还垂死挣扎，但很快就没了声息。她死了，我眼睁睁的看着她死在我的面前。此时的我泪流满面，顾不得擦眼泪，死死捂着嘴盯着这一幕。这时那个男人突然抬起头，疯狂的笑着，哈哈哈，你活该。我惊诧地盯着他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那个声音我无比熟悉。随后我便昏死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突然醒了过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浑身已经被汗水浸湿，阳光透射了进来。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我逐渐冷静了下来。我想起来了，全都想起来了。我终于想起来了。那个被杀害的女人是我的姐姐，而杀她的凶手也成为了我的男友。李文被抓的那一刻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我想他一定很后悔把我留在身边。那一夜雷雨交加，砰砰砰的敲门声敲醒了我，提醒着我来者不善。隔壁卧室的姐姐急匆匆跑来按住我：小杰，你进去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别出来。我听到外面传来吵闹声，紧接而来就是杂乱的打斗声。我战战兢兢地把门开了一条缝隙，看见一个男人将姐姐死死按在地上，拳头一拳一拳地砸在姐姐身上。姐姐蜷缩在地上，痛苦的哀嚎。他的眼神朝我看来，嘴唇蠕动。多年在一起的习惯让我知道姐姐说的话：杰儿躲好，千万别出来。我吓傻了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再等我回过神来时，那个男人已经不见了。他似乎不知道家里有一个我。我看着姐姐身下全是血，泪流满面，颤抖着拨打了急救电话，可来不及了，姐姐还是走了。我因为没有看清凶手长什么样子，陷入了无限恐惧、焦虑与自责当中。这些负面情绪导致我产生了心理问题。也是在我最难过的时候，我遇到了李文。对于我遭遇的事情，他说他理解我，姐姐肯定不会怨你，甚至希望你可以忘掉这些痛苦的回忆。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男人，就是我黑暗人生里的一道光，陪我走过最艰难的时刻。就这样一来二去，我们成了男女朋友。我与李文感情越来越好，短短1年的时间，我们就开始谈婚论嫁了。一切看起来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我想李文现在一定很后悔，明明知道我看见他杀了人，还是把我留在身边。他这样做何尝不是在监视我呢？他那么频繁的出差，真的是出差吗？他以为我不知道他在我的手机里安装了监控软件，不知道他半夜用陌生的号码给我发骚扰信息，不知道他在我吃的饭菜里放了可以使人置换的药物。我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，神志恍惚，被迫害妄想症，记忆总会产生错乱。
最严重的时候，梦里梦外都分不清楚，甚至有几次还在夜里报警。我背着李文去看了很多次心理医生，医生一次次的疏导以及药物治疗。我在今天终于把一切都想起来了。李文知道我心里脆弱到不堪一击，却一次次的试探我。深夜回家与我玩躲猫猫的游戏，吓得我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。可他直接杀了我，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？但事实是李文爱上了我，爱我又提防我，怕我知道姐姐是他杀死的，所以他想把我变成一个疯子，因为疯子的话是不能信的。他的爱就是这样自私偏执，极端且充满控制欲与占有欲。本来他已经快成功了，可他低估了我对姐姐的感情。从小我与姐姐相依为命，我是在她的保护下才活到了现在。所以在我偷偷去做心理辅导之后，在看到姐姐死去的时候，我彻底清醒了过来。只有我知道我的姐姐是什么样子的人，她是个坚强且善良的姑娘。在父母身亡之后，一直都是姐姐在城里打工供我读书，把我保护得很好，哪怕是交了男友都没有提起过我。她与李文白手起家，慢慢有了一些起色之后，李文就瞧不上从农村出来的姐姐，于是一直想甩开她。因为意见开始不合，她多次对姐姐进行殴打。姐姐本意是不希望男友与她一起负担我，但正因此，当时在家的我逃过一劫，而这个恶魔终于受到了惩罚。我也为死去的姐姐复了仇。全剧终。